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华少。大家好，欢迎来到建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6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蓝宇。各位晚上好，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谢谢你们光临。当经典的千禧美学撞上摩登的复古浪潮，不仅是一场超乎想象的派对，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社会情绪的共振。今天晚上呢，正式解锁舞台新的主题——摩登复古派对狂想曲。让我们用最先锋的曲调、最舒展的律动，去击碎沉闷，尽情摇摆。队长，你先进去。吹吹来，布置了复古的彩带，bling bling 的，闪耀的灯球。bling的，哇，花了钱，花了谢钱。谢。我 bling bling 的。本期主题是摩登复古派对狂想曲，4位老友共属同一个阵营。裘德老师也算到我们的老友队里面了，你的队长都离开你们了。这次为什么队长没来嘞？是不是因为复古他因为太不古了，他特别新。你们要应战的是一支崭新的队伍，他们给我们下了一封战书。4打3，好心酸，谁在压这个破运？Hello。嗨，这个环节我知道。他怎么对我们这儿非常熟悉呢？你已经上因为过来了。我看节目啊。哦。上次看那个皇子坐在那儿，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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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队长说啊，你们输定了。一直在说。欢迎我们3位唱将加入国乐无双。今天你们将成立新友队，对战李宇春、王菀之、裘德和锤大丽莎组成的老友队。狠话。你怎么看我都喊不上去啦。4打3，很心酸。可以啊，写上。我来吧，我来吧。卓儿来，卓儿来。小姐来吧。 OK 的。好的。哎，完成。就是咱数1、2、3，完了都互相指向自己心仪的队长。哎，这好哎。啊，1、2、3，队长好。成了。不是，就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队长，我觉得我还是得给一些经验给你，要不然你怎么去面对以后的人生呢？怎么去面对以后的人生呢？传授于我这个人生经验。对，来吧，我会在旁协助你的，协助你的。那简直太幸福了，咱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OK。哎呀，你看这队长一下做的都高了，整个人都高起来了。请3位拿起属于你们战队的紫色剪唇小剪刀。4打3，好心酸。请锤锤帮我们揭开他们这个标签。哦，3个人全是队长。对。哇，谁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国乐无双痴狂？刘若英。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哎，这个可以，这个太火了。像我这样为国乐痴狂。痴狂。痴狂。哦，好啊，哇！我知道你的这个普通话不标准，没寻思这么不标准。痴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疯狂的意思，为爱痴狂嘛。哦，痴狂。痴狂啊，爱他。哦，可以，这个可以。这3个叹号代表咱仨。哇！桑尼，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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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我不知道为啥我看到他就高兴。你有伴儿了。下一位是，只为寻一个奇迹飞起来，繁体字。这个繁体字。香港人。香港人。已经按耐不住了，来了。你好，大湾区的神。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容祖儿。裘德。
姓裘叫德。副队长2号是全场唯一真武王郭富城。真是好厉害，一猜就能猜中。那你国乐无双也挺有实力的。当然。耶！不好意思，那个名字实在太冒昧了。这个武王不是我，不是我，出去。不是我。因为我知道裘德哥他是曾经有个武王的这个称号，我想挑战一下，想 battle 一下他。battle。那我就叫全场唯一真武王。恭喜2队集结完毕了，现在就可以根据各自的队员们来重新起一下队名。哎，我想到留下什么嘞？留下金唱片，太容易，讲一个东北话，贼容易。贼容易 ，OK。OK， 那行吧。要不要帮忙啊？好啊。希望可以想一个绕口令。难度好大。春春圆圆圈圈，圆圆是谁啊？不是就是致敬那个江磊。顺便致敬一下这个。好的。JJ。春春垂垂球，圆圆圈圈之团圆。哇，可以。我觉得华少老师会很愿意的。我看写不下，我们还有位置，要不要借给你？因为括号说要2秒之内。各位好。他们给你留了一个挑战，这是你的挑战。春春垂垂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2秒之内春春垂垂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太简单。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了简纯超顺环节。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个节奏游戏，图片里边空白的部分需要用顺来代替。这个呢，只有左半边1/3，所以叫音顺顺；中间的1/3没有，所以叫音顺平。很像我3姑的名字。2队各派出1个队员，就完成1次视为最终计分时间。如果2队都一次性完成，那么就看谁时间最快，谁获得胜利。这考记忆力的。很难啊。顺着节奏，音乐平，音顺顺，音顺平，顺乐平。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2队谁先来？我来。3、2、1，走。超顺筒，超顺顺，超顺筒，顺顺筒。耶！好难哦。谢谢大家。咱们这边谁来？我来。开始。超顺筒，超顺筒，顺顺顺，超顺顺，顺顺筒。耶！应该第一个是顺顺筒了。第一个不对，第一个是顺顺筒。你们不是一队的吗？但是我对于比赛很执着的。真的对比赛好棒哦！我们恭喜春春垂垂表圆圆圈圈之团团圆队获胜。耶！球。第5个字不对哟，是球啊，裘德的裘。春春垂垂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啊！哇塞！具体内容暂时先保密，等到正式竞演舞台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超顺特权再公布给大家。好音乐有态度，好酸奶有性格，简纯音乐评，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期待大家解锁更多的简纯音乐评玩法，大家一起撕出你的性格，撕出你的金曲。各位，竞演舞台上我们再见。好嘞，加油加油！那么，由于今天晚上呢有几位新朋友的到来，所以我们的无双唱将的分队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本期的无双唱将呢将按照老朋友和新朋友分为2队。那么这2队的队伍分别是春春垂垂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友队，他们的队名叫做留下金唱片贼容易。欢迎各位新朋友们的到来和加入。本期为新老对抗赛，咱们将迎来包括开场曲、升温曲、无双曲和孤勇者挑战。本期为新老对抗赛，共4轮对战。从第2轮开始，逐轮公布2队简纯综艺值的累计胜负结果。4人队最终呢轮派出孤勇者，孤勇者将挑战对方指定的一位唱将，并直接揭晓胜负结果。挑战成功加20简纯综艺值，失败则为对方加20简纯综艺值。
两队将在无双空间来直接进行面对面的排兵布阵。啊，在两边。你是慢歌对不对？我没有什么大飙高音的，我也不跳舞。你是不跳舞，然后我们3个都是跳舞，是吗？我有一点点，我只是一点点的那个小扭动，小一下。我第一期来我就无所谓。那你想在什么时候唱喽？我反正可不可以不在最后呢？做了很久就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的到最后。队长要第一个出。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第一个出。队长你决定吧。我决定，那就左儿姐，行，先上吧。好啊，可以啊。先去震一下他们。对，好，看看他们是怎么排的。你完了吗？我们只选了开场曲而已。啊，只选一个哦。之后就看看再怎么排兵布阵。哎，是只选开场曲就行了吗？可以只选一个，对不对？你为什么新来比我们参加了10期的人都熟呢？因为我是综艺咖。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听懂，你一来就是全懂了。那如果这样只选开头的话，那就我先去，然后再看。好 ，OK 吗 ？OK， OK 了，OK 了，OK 了。那你刚才还有一个简纯中意值，因为你获胜了嘛，你可以选择是先唱还是后唱。我们商量一下，我们要先唱还是后唱？你不要慌乱啊。The strong opening， 不知道。没那么 strong。那你想后吗？那就后好去，那就 OK， 好 ，OK。我们商量好了。拿出第一轮出战的名牌放上去。春春如果决定先唱的话，你就放到前面；决定后唱的话，你就放到后面。所以说春春是开场曲了。没有春春这队的人由春春来。春春队，你怎么会知道？综艺咖。然后我们2个队长请放置对战板。3、2、1，耶！综艺咖。猜到了，那个应该是队长春春先出战，队长背后的女人。协助你的。要放狠话吗？我们的狠话狠狠的。你要跟春春姐的对视。4打3，很心酸。哦。突然震惊起来，就有点接不住了。4打3，对吧？很心酸。3打4也一般。我也是综艺咖。你是 rapper， 真压呀，嘎嘎呀，好，太好。期待2位老师马上表演，走吧，走吧。对。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首轮开场曲的无双唱将登场。他们一位是快乐扭动的心李宇春，另一位是港乐关键词容祖儿。咱们这一轮的规则是各自指派，看到是跟这一位一起在舞台上竞演，感受如何？就好友相聚那种感觉，不亦乐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但是我可能比较就是比较直接嘛，就是心里面很开心。这也是我们国乐无双的特点，总是让朋友们相聚。当然了，根据规则，这个部分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仪式。因为小宋队长今天不在，我就用他的这个狠话。好 ，Good show，Good show。哇，吓死我了！好，各位无双乐迷，一会儿呢，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简纯中意值。首先要有请的是容祖儿为我们带来舞台，掌声有请。祖儿姐，你听到摩登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现在的人不会说摩登2个字，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字很有那个特别的质地，就好像把我拉回80、9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接触音乐。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喝90年代的乐坛的奶长大的，百花齐放啦，然后大家都很有个人的特色，大家都很美，也有乐队，也有跳舞的舞曲，星光灿烂，然后闪闪生光。走在马路上面，你听到的声音，你感受到的气氛，你闻到的空气的气味，都是一种很特别的、很专属港风的感觉。老实说，到现在自己选一些音乐来听的时候，我也会听一些90年代啊、80年代的音乐，好像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感觉。那我们这一期为什么会选择《蓝旗袍》这首歌来演唱？最重要是这个旋律，我真的是很熟悉，我很喜欢范晓萱。看到有这首歌，我就不理这么多了，我就选这个。我就保留了它的一点俏皮感，编曲上面多了一些现代的那种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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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好像面前有一个一个的泡泡，很梦幻的。幾個走。細細的我愛實情分佈，碎碎的光陰散於發布。得唔得？快要翻去燦爛星途。因為要經過改編了嘛，就邀請了小柯老師幫我寫，一個關於女星的故事。他有寫過一個簡介給我，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跳蚤，是張愛玲19歲時在她的處女作散文《天才夢》結尾寫下的傳世名句。這句話完美預言了她一生在文學藝術的極致華麗與現實生活的瑣碎狼狽之間的強烈對比。新的歌詞保留了一種女性自己對於自己的人生的憧憬。我們很多時候在熒光幕前都是美美的，大家看到都是最華麗的一面，但是把這個華麗脫下，回到真實的生活裡面，其實我們都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的美滿，在狼狽的為自己的人生做規劃。它保留了一種女性的對愛情的感覺啊。祖兒姐，你自己本人的感情觀30年來有變化嗎？我覺得肯定會有，每一個階段不一樣。90年代我覺得比較細水長流吧，比較敢愛敢恨的，轟轟烈烈的。現在就是比較理智了一點，現在表達的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樣，用輩子唱情歌了。跟祖兒姐同期出道的女歌手，大部分都已經結婚生小孩了。你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會有感觸嗎？我會替他們好高興啊！他們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是值得恭喜。我也有自己的這種方向想要走的，然後一步一步走過來，我覺得我得到的也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覺得現代的女性就是要很清楚自己想要走什麼的路，一步一步的去往這個目標去走咯。細細點愛上情分佈，碎碎的光陰散於發布，快要翻去燦爛星途，這秀麗旗袍。
銀盤亮得火似將怒，百厭跳早經已給苦惱。我有半生消散在響路，還有半爪畫布，窮路窄巷，一盞燈孤單起舞到天光，情路再闖，一杯酒飲進骨頭路看咗，鏡裏的身影背着舊城喧鬧，夢內每一個滿月問誰要留，今天不想有人懷抱，憂鬱偏紅茶。細細雨中想要終老，碎碎的影子雨中傾訴，每次相戀有着恭候，這秀麗旗袍，銀盤是否一個圈套？百厭跳蚤一世不飽肚，我這半生給眼淚薰陶，藍色的影畫布，窮路窄巷。起舞到天光，情路再闖，一杯酒飲進骨頭路看咗，鏡裏的身影背着舊城喧鬧，夢內每一個滿月問誰要留，今天不想有人懷抱，憂鬱偏籠罩。好听啊，太松弛了，美丽的。朵儿姐的舞台，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特别美，就是女人味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能模仿出来的，它是天然的自带的。朵儿姐一开口，我说哇，也太准了，而且我听到她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我就知道她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彭祖老师这首歌的改编呢，加强了原来那个 bossa nova 的感觉，也加入了一些新潮的电子的元素，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接下来我们请李宇春来到舞台。队长，加油！加油！帕蔗糖喝碱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就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因为我们听很多那个 disco 的音乐，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肯定就是费翔老师当时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你就像那一把火，就是当时的一个潮流吧。他的台风，他当时那个造型、那个发型，给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想到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他们都有烫那个很卷的头发，配一个黑色的皮夹克。我觉得他们俩好摩登啊，海胆头吗？也是世界杯的期间，我觉得很摩登，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有一个诀窍，就是你在做的那个时候，你要这样，就是用那个尖尾梳，把它，你看，核心技术没有掌握。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首哈林老师的歌？
首先我觉得它很符合这期主题，有这个动起来的感觉，然后一家大小都想跳，包括妈妈也想扭一下。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挺有爱的一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带来一些爱。我都有变更 new 啊，所以我觉得有啊。小儿那个得意的笑，一点笑，哎呀，真好看哦。其实我跟我爸爸的性格会更像一些，我都是比较慢热、比较含蓄的人。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人发给我的微信，他说：“20年回望，来时路上的酸甜苦辣，开心的、伤心的，一切过往都是人生的精彩。”刚好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20年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有写。所以当他一旦拿出这样的一篇小作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被触动到。但我也有感觉到他现在变得很轻松，然后也喜欢开玩笑，慢慢悠悠的，然后冷不丁的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的人。其实你是个腼腆的人，但是每次看到你跳舞的时候，就觉得你是另外一个状态。所以跳舞算不算是你的一个社交密码？我把你打开的一个社交密码不算我的社交密码。那算。我觉得它是就是另外一种诠释音乐嘛。我觉得音乐的诠释方式不仅仅说你的只是通过唱喉咙，你通过歌词的表达，你通过肢体的语言。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音乐律动里面的东西，可能我就更多的是会通过肢体去做表达咯。当那个律动起来之后，你就很随性的跳舞。那个也是 disco 最有魅力和迷人的地方。disco 是一个很自由的舞蹈，跟观众很近距离的去互动，然后自己跳，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让我的青春认真唱，一直到心跳。妈妈，别乱叫妈妈，哦妈妈，我爱我妈妈，一直到心跳。好舒服，好舒服。就怎么能在那么放松的状态下，能表现出那么有劲儿的舞台，那种力量，每一个细节特别舒服。在一个这么爆裂的编曲之下，它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运筹帷幄的松弛感。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疯狂的欲望划过脑袋，不要忍耐。”我觉得是当下的人很稀缺的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敢想敢做。这首歌很符合我们这次的主题了，有一些 disco 的风格，它完完全全做到了。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最近春春在忙演唱会嘛，家里长辈有陪你去看演唱会吗？我有让他们得意的笑。哎，说到这儿，其实国乐无双好多作品都登上了春春的演唱会。对。哇，你现在这个演唱会上韩国乐无双量很高啊。因为真的很喜欢啊，就是说参加国乐无双，我觉得它对我来讲不仅仅是说好像就参加一个音乐综艺，对，我觉得我们是在真的去用心的在创作，然后不管是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有就是整个音乐的乐队团队，大家都会把每一首歌认真的当一个好像是一个新的单曲去创作的。都是非常用心的，所以我自己对于之前演唱的很多作品，我自己也是由衷的热爱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国乐无双的价值，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强调输赢，我们比较强调的是你们能听得高兴，能更喜欢我们的华语音乐。说到这里，为我们的音乐总监和所有身边的音乐家们、音乐老师们鼓鼓掌，好吧？谢谢各位。还记得刚才的蓝旗袍吗？我在这首歌里面想表达的，就是你身上只剩下一个蓝旗袍，但是你要活出自己的特色啊！我觉得这个重点很重要，你要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活出一个自己的人生。因为原版的歌词是穿上蓝旗袍，让你迷得神魂颠倒，所以当时那个蓝旗袍可能是穿给别人看的。如今祖儿唱的这一版蓝旗袍是穿给自己看的。没错，我会觉得以前的爱情比较死心塌地，就是以前的歌可能对于爱情的那种渴望啊，他都会说得很明白的。现在留了很多空间给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歌曲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我爱你。你明白？什么？刚才那个就是爱呀，就是痛啊，就是你会那种撕心裂肺。对，我来大概解释一下，你看祖儿这么说对不对？以前呢，我们唱歌或者音乐的情歌特别是苦情歌里面，比较多的讲的是懂事，就是我希望你懂我，我愿意为了你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蓝旗袍穿上去给你看。但祖儿现在呢这一版呢，比较像是成熟。成熟是什么呢？我不再希望取悦任何人，而希望取悦我自己。我爱你是因为可以取悦我自己。如果同时也可以取悦到你，我们一直在一起。如果我们没做到，那我们分开，各过各的。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塌糊涂，你就来了。哎，我从90年代谈恋爱到现在嘛，很正常。很正常，哎，对。其实90年代对于祖儿来说也很特别，因为祖儿是99年正式出道的。对，我们也来回忆一下祖儿的曾经的所谓的非主流的造型，大家想看吗？ Oh no！
我们来看看。哇，好看呐，很摩登。那个绿色的丝袜是干嘛嘞？我现在肯定不会再穿那个绿色的丝袜，像2条葱。春春有没有什么自己印象当中比较非主流的，但是当时自己觉得非常时尚的？你的发型。他笑了。我记得，我也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上初中，我们学校医学校的李宇春，一个班全是李宇春、周笔畅。谢谢2位的表演，谢谢。请2位先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稍事休息。哇，好解呀！是捏捏。国语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举起你们手中的简纯和月球灯，让我们一起喝超顺，一顺百顺，喝简纯超顺。打开抖音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纯定制好礼。哎呦，回来了，回来了！欢迎，热烈欢迎 ！Thank you，Thank you， 太精彩了！我算是唱了自己喜欢的歌。接下来要出场的无双唱将将有2队自行派遣，但是请注意，接下来每轮我们都将在现场直接公布2队当前累计的简纯综艺值的胜负，所以在无双空间的各位，一定要慎重地做出你们的排兵布阵。来吧，讨论吧。讨论什么？下一个谁唱 ？OK， 你想去吗？我有一点不想等那么久。你去呗。去呗。谢谢你们了。婉芝姐说她不想等到那么晚，那我们就让她来第2个好了。可不可以我出场了？可以啊。那她就第2个。太感谢你们了。我上吧，好不好？你觉得啊？我上。好啊。因为我这太多舞蹈了，我再往就没劲儿了，爆发力就不够了。妥了。行吗？太行了。谢谢我们哥帮我们压轴，好不好？呀。其实我这队长当得挺省心的，对，按照我们的共同的意愿去排兵布阵。我们这边已经决定好了。我们也决定好了。亮灯牌，走你。0是什么？丸子。我在唱之前要和婉芝姐姐道个歉。因为只要我一开唱，我就得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在我身上。那好。哎呦天哪！你爱的主打歌是吗？主要是来打你的。好狠啊！我吓死我了！哇，这一组的这个狠话呀，狠。OK。好了。他关键是他最狠的狠话是，我放完了之后我就走了。我就坐下了。走了。加油！我肯定。你不要唱我的歌，你不要那么轻松。好重。你不要那么轻松。忘了。没关系。婉芝姐她的性格又是这么的亲近，会有这很容易让人接近的这种感觉。和她一起竞演的话，更像是在玩游戏。我其实很期待她的舞台，因为呢，我就听锤锤说她就是跳舞很厉害的。我们欢迎第2轮登场的无双唱将来到舞台，请。他们一位是百变的歌舞家，一位是独家舞技加载中，欢迎刘宇、王婉芝。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嗨，大家好。那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刘宇，加油，刘宇！请婉之先到等候区。哦，他要跳水舞，哦，对他要沾水的。这个主题是复古嘛？您选择了哪首歌？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刘宇上国乐无双会唱国风类的歌曲，国乐无双嘛，然后我又是一个被大家熟知的这个国风类的一个歌手。我来到这个舞台，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有个新的突破。我来唱跳类的歌曲，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千禧年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唱跳曲目就是《爱的主打歌》。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小学的时候，学校里有文艺汇演，这些女生也会在台上就是特别有自信地表达自己，然后选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是我小的时候认为非常经典的唱跳曲目。我身边有很多在那个时代一直特别活跃、特别出名、有自己代表作的姐姐们，然后我还是非常想要求助她们一下。嗨，凯琪姐姐好啊！你觉得《爱的主打歌》怎么样？因为我应该会唱全部《爱的主打歌》。好听，而且我觉得就是女生的快歌变成了就是男生的快歌，其实也是广东歌，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你在唱什么？你在唱什么本身也是普通话的，所以要改词，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唱这类型的歌，你有唱过吗？没有，我真的没有，所以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难点在于它是一个标志性的唱跳曲目，那我觉得跳这一方面一定要是做出不一样的区别，所以我们大胆的在这一首歌当中加入了3段的 dance break。因为这个歌啊，我想打造成大家可以跟着跳，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排练，就很大的一个舞蹈的量，因为我们唱跳曲目来说，最多也就3分钟到4分钟左右，但是我们这一首达到了5分钟。这个问题是什么？就现在学舞台的话，如果我们讲3个水的话，去前去舞台是一样特别快，但可能你现在就要做一下抉择。他是有人踩了水之后再去前面一步放。对，那个是没办法跳，连走路的几乎走。我们在没有那个，只是那个好不好看？因为我们这一次是真真切切的有个水舞台的表达，那种水花舞起来的瞬间是不可能用第2次镜头去复刻的，而且你在长时间的这个唱跳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分配自己的体力，太累了。它应该分配在什么地方，它在什么地方用多少，难度等级非常高。基本功太好了，又特高，很好，非常非常好。好勁啊！俾佢第一次嗰下真係嚇親，蛻變啊！水舞台对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这一次的舞台我还是非常期待这个环节。你听到那个鼓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是要身体要有律动了。对，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的魅力。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天亮才叫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打歌是你，打得我好生不受伤。然后忽然想起你，一语是指定旋律，陪我到那条路游来游去，不用戴起耳机，也有好情绪。
散不去。假如游戏句句都是单句，假如不想一切听不进去，爱是这样不可理喻，来听你不言才是好证据。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主的可是你，打得我好生不收手，然后不断想起你的。總之，心中把幫的你也不心聲意笑，也是我別情侶有意戀，不中斷。真的有心，最後一句語意，假的有心，情歌都會默認，是愛這般擁有特權，不需要很多語詞就兌現，隨時這闕歌，隨時這闕歌。是你這個心裏天天播，就聽一次都沒日可以再前望我，聽兩次就火燙。是你這闕歌，嚟到這闕歌，讓我感觸心跳怎麼擋，我到之處都流動戀愛熱情回放，好似晚餐經過閃播。隨時這闕歌，隨時這闕歌，是你這個心裏天天播，就聽一次都又也可以盡情望我，聽兩次就火燙。是你這闕歌，嚟到這闕歌，讓我感觸心跳怎麼擋，無到之處都流動戀愛熱情回放，好似晚餐經過閃播。太精致了，无死角了。哎呀，我骄傲啊，我自豪啊，我就哎呀，帅啊！刘宇老师很个人魅力的一个舞台了，在水中跳舞就真的很震撼到我，就很帅气。哇，他都跳成这样子了，他还能唱吗？的确很厉害。不只是这个水舞台，还有他这个银子舞也是很好看。你们两个谁才是唯一的舞王呢？没冲突的，他就是唯一舞王嘛，我就是唯一的舞王婉之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无双唱将王婉之为大家演唱《爱人错过》。港台的艺人都是全能哦。你听到这个主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复古或者是舞曲。其实音乐上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复古，有一些 percussion 的东西，有一些节拍是一听的就会让大家回想起一些砰砰啪、砰砰啪这些，或者是用的电子琴啊，都会让人回想起以前的音乐。这一次准备的是哪一首歌？我今天准备的是
告五人的爱人错过。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首歌很酷啊，它的歌词特别有趣，它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好像把几世人的人生的片段一直重复到现在。你看周星驰那个电影，月光宝盒不是这样吗？就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好像到了什么年代，我还是遇到你。而且我听的时候就是觉得很适合跳舞的，然后我看很多朋友唱这首歌的时候会排舞。那芝芝，你喜欢跳舞吗？其实我跳了很多年了，因为我是真正的喜欢跳舞。我的演唱会也会有一些跳舞的部分，比如说我之前的演唱会会跳 tap dance， 还有一些好像是 Broadway 的那种音乐剧的感觉的舞，还有pole dance。这一次我们有2个编舞老师，我怕我学不了，所以我先跟我自己香港的编舞老师去学，去编了一些部分。麻烦大家把以上5条编舞老师的视频传给菲菲老师，然后来到这里就跟菲菲老师还有他的 dancers 去合起来嘛。左右左左右左右。这首歌有1-2个 hip hop 的动作，也有一些 jazz funk， 很多 pop 类型的。最幸福的就是把生活里不开心啊、压力啊发泄出来的。我有我自己的 style， 我就属于我自己那个 style 的舞步。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是 Jolin。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你我不曾感受过，相撞在街口，相撞在街口。你还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该说对不起。本来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很多动作，整首歌都在跳，就感觉是个大才女，好像永远挖不空，对她永远有惊喜要给你那种。伊凡娜是一个洋葱，每一次都是一层一层的看到她更多的才华。我感觉她很丝滑，然后也非常的从容啊，不会觉得说是第一次在舞台上跳舞。我对她最被打动的就是声音的质感。这个是非常让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一点。它的整体舞台是非常疯癫的，然后非常的洒脱的，但是其实它的内核还是小女生的那种可爱的感觉。婉之，她好像超级有才华，越挖越有的那种。就小时候我们上学那种，说你这次考得好吧？没准备，有裸考了，考不好0分呐，0分，最后拿100分。我感觉这对我来讲就是 popping。完了，这个就是 lucky 超级羊。这是婉之这么多期以来第一次尝试了带唱跳编排的表演，顺不顺？其实我本身很喜欢跳舞的，这一期我特别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跳舞，我就跳了。来个嘛？这个规矩是新来的话呢，他要跳。都想看，对不对？对，我也想看。想看。那我们来一个很经典的，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学的一个动作。1, 2, 3, 4。哇，可以。这一看就会跳舞。哎，这舞感可以，非常棒。我再教你一个中国舞了，好吧？哦，好的。丝毫没有教学的欲望，纯展示啊，纯展示，家人们。确实帅。没有一个可以做到，我连打开这个肩膀也。还有最后一个回头可以。这个你教我一下。我觉得女生可以用头顶先去看人。哎，对。这个肩膀要怎么弄？哇，很美，这样就很好。哇，真棒！婉之，跟我们讲讲以前在你接触这么多舞蹈的过程当中，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吗？我第一次接触踢踏舞，当时是在做一个舞台剧，我就想象不到啊，怎么可以？他好像腿没有动，就已经这么多声音出来了，之后就爱上了，所以就去学了。之后也一直在练习踢踏舞吗？都学了几年喽。学了几年了？踢踏舞我是真来不了。那我就教你一个简单的好吗？对，大家一起坐着也可以的。最简单的就是4拍踩，然后呢，把小腿往后踢，对，然后踩3是前半，4，对，所以你练快一点就是1 2 3 4 1 2 3 4，就可以加快。谢谢。其实刚才这首歌《爱人错过》大家都听过吧，对吧？婉之的生命里面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但是我会比较记得错过以后的美丽。我有一次是为了我的偶像买票去罗马看他的演唱会，然后那个时候我期待好久，但是到了这边等了几个小时，开始下雨了，他就出来了，然后就说我们觉得真的有点危险了，就要取消了。然后反而因为这一次错过了他的演唱会，我得到了跟我的家人一个很开心的度假。还把这个心情也写成了一首歌。错过其实是个遗憾的词儿，但是台上却是在舞蹈着的，进行了一些矛盾感的交织，就像一个句号，
好像没说完，于是想再开一个句号，句号多了就变成省略号。今天我们也叫摩登复古派对，会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当年很摩登，现在变复古的那些有趣的事儿吗？就是以前好像是蛮多颜色彩的，大家的服装啊都会有造型啊，就是喇叭服啊、松沟海啊都是彩色的，连这些水壶啊什么都是彩色的。但现在年代好像比较喜欢黑白灰嘛。就这种颜色好像就属于以前的。我们就是黑白灰。你要喊成彩色的呀！怎么了？怎么了？我们电视机是彩色的，我们手机屏幕也是彩色的。你们是没经历过黑白电视机那个年代啊！当年想看彩色的可不容易了。有玩的什么特别的吗？小的时候爱玩什么吗？中秋节的时候会玩灯笼嘛，吃完月饼那个罐子也就留着，然后去公园里面去烧这个蜡烛啊，就玩灯笼了，这些都会有的。你们小时候有玩过这些吗？洋片玩吗？什么？洋片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一小张拿来摔，哎，对，拿来拍的，放在那个地上，啪一拍，你把别人的拍起来了，就可以把他的拿走了。小时候这个叫拍洋片儿。你们有吗？不可能吧？你们有？我50了，快！你们有？拍洋片没有吗？扇片子，游戏王的那个卡去砸，你也都玩过呀？玩啊！你刚才说那个摔洋片我没想起来。我们以前是拿那种就是自己叠的那种厚厚的，是不是？这可能是00左右出生的会这样玩了，但是基本说的都玩过。红灯、绿灯、酱油灯呢？这个好像没有。就是一个人把那个红灯、绿灯，后面那个人往前追那个。那不是321木头人啊！你们叫321木头人了。对。我们那是叫红灯、绿灯、酱油灯。哎呀，太棒了啊！全是非遗啊。原来今天又是一波回忆杀啊！那刚才呢，刘宇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舞台，这是千禧年最具代表性的唱跳的一首歌曲。那今天的刘宇在舞台上又让这首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因为我在别的节目当中有很多国风的展现，我也非常想尝试关于 disco 这种音乐的曲风，但我希望我的编曲里面有一个专属于刘宇的水印。我就在这个编曲当中，我说加一点中国风的乐器进来。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到，但是你们回去再去听音源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古筝。在一首这么电子的编曲当中融入古筝，我觉得很酷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还看到了水舞舞台，对，那个跳起舞来应该很有难度吧？我反而觉得很爽哎，很爽。对啊，我们看的也很爽。是因为我们彩排和正式演出，我说没有一遍的 dance break 在水里跳是会一模一样的，因为每一次脚踩下去的水花都是不一样的完美，所以我认为今天在台上演的这一遍是最完美的水花。也谢谢刘宇为这首歌加入了新的刘宇的滤镜。哇！听说刘宇的演唱会每一场都是诚意满满啊，还有一个插手礼是大家一起做的。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教给我们国乐的观众们学一下这个插手礼？那太开心了，非常简单，就是把你的左手抱住你的右手的大拇指就可以了，看，就是这样。哎，对，没错。那我们现在来行礼喽，祝大家一切安好。祝大家一切安好。这就是我们中国礼仪的这个博大精深，因为我觉得小小的一个礼仪，站在这种万人的演唱会上，从我的视角看是1万个人向我行礼，从他们的视角看是我一个人向1万个人行礼。我觉得这个画面好浪漫，这就是来自我们东方独特美学的这种感动人心的地方。所以希望大家未来以后也可以来到我的演唱会，和我一起独享这份东方魅力。根据我们的规则啊，这一轮是要公布到目前为止哪一队累积的简纯中一支领先。好紧张啊！哦。
会是谁呢？这必须得你来，必须得我来吗？2秒之内。当前累计简称综艺值领先的队伍是春春曲曲球圆圆圈圈团团圆圆，恭喜！谢谢。哎，老队。刚刚刘宇的《爱的主打歌》太嗨了，刚唱的时候我也看到现场所有的乐迷都跟你一起嗨了起来，所以我手上这一瓶，你看这有一个小标签叫嗨人，这瓶嗨人非你莫属了。哇哦，嗨人唱嗨歌是不是特别适配？哎，不仅如此，网上都说我们的简纯是会唱歌的酸奶，你撕开看一看。哎，会唱歌的酸奶，对呀，我撕开看看哦。哎，还真有字儿哎，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哇，是我刚才的歌，这简直是太完美的联动了！爱的主打歌专属舞台，专属音乐屏。为刘宇的舞台点赞，为爱的主打歌点赞。我们来一个刘宇和简纯音乐屏的标志性合影。够了吧？太可以了。对了，我还听说刘宇的粤语很好，对不对？那我们就说这个怕蔗糖喝简纯超顺。这个你可以用粤语说吗？张老师，求助。來，怕蔗糖，怕蔗糖，飲鹼醇，超順。没错，简纯含有千亿活菌，健康又超顺。大家喝之前都记得一起撕开查看歌词哦。干杯！谢谢刘宇，谢谢。无双空间的各位，请注意了，哪2位唱将会迎来下一个部分的无双曲，而哪位唱将又将成为今天的孤勇者呢？请各位做出最后抉择。怕蔗糖喝简纯，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纯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指定播出。我估计你们应该已经定好了。我觉得是。你们肯定定好了啊。我们定好了。你们自己谁想唱就唱。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吗？我是一个要棒要炸的舞台，我当或者不当都是 OK 的。哎，Good show 了。是。Ladies first。你觉得呢？我们其实好棒啊，让我骄傲和自豪那种的棒。Proud of you， 是吗？好，可以，决定了。我觉得复古舞会嘛，在选曲上比较有把握的来做这个孤勇者，为我们队能赢下20的这个简纯综艺值。1、2、3。哦，是这样，保持这个状态啊，比赛第一。比赛第一。不是91第一啊。欢迎无双曲的2位唱将，他们一位是音乐梦旅人，另一位是爱之博弈者。欢迎金志文、裘德，欢迎2位。看出反差来了哈，反差萌哈。裘德这身高，大家也不太愿意往他身边站啊。我愿意。心疼我哥呀，像小孩穿大人衣服。比赛第一，友谊第2。哎，这是我的话呀。你过来呀！根据之前定下规则，我们应该先从金志文开始。加油，金志文！因为作为歌手，身上有很多个标签，比如最近的一个综艺黑马。我老惊讶了，让我觉得啊，其实我把一个真实的自己放松的展现给大家，其实就能够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可，我很开心。
那其实除了这个标签之外，咱们音乐上有很多标签嘛，像金牌唱作人。金志文老师他的嗓音的条件我非常羡慕，强之又强，真的他能唱到很高很高。金志文老师的声音沙哑，有点颗粒感，他非常擅长去改编歌曲。金志文老师他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魅力。没有，就完全不敢当。无论这些年大家可能看到我也好，看不到也好，说我一直都在保持对音乐的这种热爱吧。小的时候我应该是从7、8岁开始就特别愿意唱，会导致我就是经常会做梦，梦到我特别喜欢的偶像刘德华、郭富城、林志颖、周华健，然后就是和我就是就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去聊天儿，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哎呀，他们就说，志文呐，你就是搞这行的，你以后注定就应该在舞台上这个唱歌。就像《纯妹妹》这首歌，它跟我们的作品的以往的曲风差别很大。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因为女儿喜欢。女儿每天都在听单依纯的歌，每天都在练，跟着单依纯去学去唱，然后每天我都会听到这首《纯妹妹》，我就充分的怀疑她现在做的梦都跟我那时候是一样的。但是我万万没想到我会去改编这首歌，如今就这么机缘巧合的这个事情就这么促成了啊！感谢这个石头写出这么好的歌，然后感谢女儿让我又年轻一把。那你觉得他对新一代的自己的一个偶像剧有可能有代沟，或者是这种？我们俩之间？对。我之前是认为有代沟的，他们还没真正的选择和热爱音乐这条路上之前。我们俩这沟通是有一定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后来就通过音乐就没有了。然后尤其是女儿听的这个所有的音乐，然后包括她听的单依纯的很多的歌，她所听到那些给我的这个信号，是让我接收新鲜事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能让我接触到，然后能让我就是不断的听到啊，所以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歌单依纯也听到了，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唱的好好，有一种就是声音唱到非常非常健康，然后非常在音乐的感受里面。因为你的我很喜欢，我觉得超级有生命力啊！很期待你的舞台，金志文老师。这首《纯妹妹》里面稍微的上了挺多难度，加上了一段舞蹈。我只希望我今天能够完整的把它跳好，让我女儿看到她爸爸第一次跳舞的样子。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纯妹妹》以后，都能够天天开心。不是臭滋味，百转千回，怪陶不醉，纷扰蔷薇，心影相随，把美梦又唱了几回。怎么追，怎么唤醒？
何止所谓？得来都不费度，谁又能全忘了就流水？什么风是我没注意，怎么吹就真的怎么发现？谢谢。金日文老师把纯妹妹改的就比较贴近东北的感觉了，很有惊喜。让我比较惊艳的地方是，他还自己参与了吉他的 solo， 展现了他是一个全能音乐人的一面。他的唱功也非常的在线，可以说是唱将级别。他还用了自己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些民歌的唱腔去表达这首歌曲。他演唱这么年轻的一首歌曲，因为热爱，所以青春不老。这句话形容金志文老师是非常适合的。接下来我们请裘德来到舞台。加油加油！棒了，哥，太棒了！我尽力了，太棒了。我印象中的舞曲啊，可能就是蔡依林老师。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很小的时候也听到过。那这一期舞曲风格，我就想到了这首歌。那我也很期待你会改成怎么样的裘德式舞曲？你改完还是一种舞曲？中间是有一些律动，所以你要跳吗？我知道大家在网上戏称你是舞王的有力竞争者。在捧杀我吧，我觉得啊，因为我跳得很差。要是他们一开始就批评我，可能我以后都不跳了，因为他们想要看我跳舞，就是一直要夸着我。那就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其实今天准备了一个小片子。不会是？你们太坏了，你们，因为我很多歌其实是很动感的，在台上就得要动起来，那就没办法了。哎呀，跳舞啊，怎么办啊 ？1 2 3 4 5 6 7 8就可以了。
对，就这样子，把胳膊肘夹住，对，然后身体的话就特别像，就可能这样子，感觉跳，对对，你就前后，对，就这意思。我能不能去下一题啊？这一题为什么要来？天哪，我自己乱来吧。我觉得这首歌并不局限于女性视角吧，我觉得可能拓展到每个人的爱情观，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拉扯的感情的消耗。这一次编曲上其实是蛮动感的电子舞曲的感觉，中间有一段会比较迪士尼一点的那种浪漫的一个感觉。更偏一个可能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嘛，体现一种好像就算是在拉扯和试探，也不要让自己的这个感情被消耗掉，就是这样的感觉的。当然希望你改编完、演唱完之后，可以得到Jolin本人的肯定。好啊，我会告诉Jolin要看。希望得到Jolin姐的肯定。那希望各位骑士老师们就是会手下留情。是谁说漂亮女生没大脑，只懂得暧昧和傻笑？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骄傲，难道不怕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该就不要跑。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闯，我要空气。爱情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生命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究竟什么该放弃？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闯，我要空气。爱情36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生命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爱情36计，一场游戏，保持美丽，不被判出局。爱情36计，一场游戏，保持美丽。
诗的和声的部分也编写得非常的精彩，里面很有故事性，很有布局的，好像一个音乐剧。裘德老师这一首《爱情36计》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他的编曲完完全全由演唱者自己重新去设计，专属于裘德的《爱情36计》。给我的感觉就是又宏大，然后又跳跃，整体的听感会非常的震撼。裘德这首作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这次在编曲上做了很多的设计啊。对，其实有很多的设计，然后其中包括一段很多弦乐的唱段，然后很浪漫、很迪士尼的那种感觉。对于我来说，歌曲就像电影一样，我也可以进入到其中，我的声音能成为当中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享受的事情，虽然会有压力，但是也有自己享受的空间。对。在选这个歌之前，还有别的备选吗？就今天那个《爱》的主打歌。哦。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咱们今天叫复古摩登派对，你能想到你过去什么样的事儿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吗？就是买一些磁带啊，有当时周杰伦的那个磁带，然后我买了，然后我听，哎，这首歌怎么没听过？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许嵩的磁带。当时在网上用社交软件跟大家分享吗？QQ 对啊，我用 QQ 对。我们找到一张他打的火星文，真的假的？别的他都删掉了，这个他留着。哦，如果说啊，你要走，我不会留，不去管以后，哎，好像是个歌词来着。对，当时很流行，就是网上有很多那种歌词，他给你做成这个，然后当时你就复制一句，然后发到自己的那个个性签名里面。哦，这是什么歌？我也没听过。如果说你要是要走，我绝不会挽留。我们说一句话就够。金志文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纯妹妹》，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是因为我女儿单依纯现在是女儿心中的第一偶像。哦，也是因为单依纯，我女儿爱上了唱歌。所以我在这里真的特别的要感谢小单，对，是她的能量让我女儿喜欢上了音乐。大家都说呢，金志文唱什么歌都会唱成他自己的味道，所以今天能不能唱一下《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个调我看啊，再来一个，再升一个，OK。想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永垂不朽呢？错过的你都不会再有。经过了开场曲、升温曲和无双曲3轮的累计，当前累计简纯中一直领先的队伍是留下金唱片贼容易。哇！我们文哥给我们超越了。也谢谢2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裘德，谢谢金志文，拜拜。到目前为止，3轮的竞演都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即将要开启孤勇者的挑战。现在刚刚领先的留下金唱片贼容易队，也就是我们的亲友队，你们要做出一个决定，你们将挑选本队哪一位无双唱将的简纯中一直成为接下来要登场的孤勇者的挑战目标呢？
如果说孤勇者挑战成功的话，就会为自己的队伍获得20个笕唇中一指；反之，你们获得20个笕唇中一指。那么这个选择呢，至关重要。我们3个人当中要选出1个人的分数，那肯定不是我。很强哦，很强哦，真的很强哦。你有没有信心啊？有，我觉得歌好了。好，那1、2、3，我这队长能够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就是让我信心满满，对，信心暴增。有请孤勇者锤娜丽莎来到舞台。怕蔗糖喝碱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指定播出。上 Z 世界 APP 玩游戏乐园节奏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此时此刻一个人登台，有没有一点孤单的感觉？挺好的，也不用 PK， 主要是有点低血糖。还好刚喝了2口碱醇，反正没升糖，因为没蔗糖。哇！有信心为春春锤锤求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获得额外的附加值吗？你成功了，不愧是你！哇，可以啊！我们得到了目的，我达到了目的了。你说既然要跳跑，我回去。让我们把掌声和舞台都交给锤娜丽莎，加油，锤锤！锤锤。你对于千禧年的印象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我大概5、6岁这样子，我听到的人生第一首华语流行是 Karen 老师的《盛夏的果实》。也许放弃。然后那个时候还有流行是很多什么悠悠球啊，然后那种发光的那种紫拖鞋呀、5颜6色的波点丝带，5颜6色那种边框的墨镜。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大家头发都很多。对，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大家都秃。为什么选《花花宇宙》这首歌？是因为最近《花花宇宙》这首歌呢，在互联网上又火起来了。这首歌的旋律呀，还有鼓点啊，都特别深入人心、耳熟能详。我认为算是在千禧年代那一批音乐作品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中一首。我觉得任何一首歌，如果说它能够流行超过20年的时间，这个歌曲本身的质量一定是很好的。它足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它也能够让新一代的人感到快乐和兴奋。我觉得这是潮流的传递。每个年的年轻人对潮流都会有自己极致的个性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潮流文化的传承。这一次我们对《花花宇宙》做了什么样的改编？歌词的话，要特别感谢万一老师，他真的很有才华。他当时给出了几个方向，然后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那我们大家就尽情的狂欢吧。他写完这个词，我就特别高兴，我就艾特他，我说谢谢万一老师，我是特别感动，这个词零处要修改，我觉得很精准。然后这首歌沿用了一些千禧年复古的特色的音效在里面，然后呢也结合了《I'm a Barbie Girl》这首歌的一些元素。这次可能会更偏向于唱跳的舞台，毕竟本人也是这个唱跳出身。我当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生，当时是有想要成团的这个梦想的，其实就是想唱跳。今天也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实现了我这个唱跳的梦想。我想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再试一试。全部尾音我记得是。下一首。你要看你什么时候给麦。下一首给。哦，对。要紧紧那个狗，这个没下一首。我跟那个左右两边都说一下。行。我看你画麦在哪边。好。如果你在这边，我就让这边拿；如果这边，我就让这边拿。OK。到时候这个手拿着麦，递了个空手过去。然后左边开始抢。
Satisfaction。OK，yes，yes，这边很好。OK，好的。OK。水水，你好像一直都很快乐，你获得简单快乐的方式有什么？其实听歌对我来说是获得快乐的方式，听我喜欢听的音乐，然后唱我喜欢唱的歌，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获得快乐的方式。我很喜欢这次万万老师的编舞，然后呢，他也比较细心，一直在台下带我。这次我们的舞蹈里面有 waacking 的元素，有霹雳舞的这个元素，然后也有 popping 的元素在里面。我很怕就是在台上卡壳，大概最后连着5遍没有出错，我才敢睡觉。我希望我今天台上脑子能够灵活起来，能够记住全部的动作，尽我所能把这个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大家吧。层次从刚刚开始比较缓慢的，到一层一层递进，
然后他的舞蹈元素其实也运用了蛮多的，他每次都很用心的在设计这个舞台，我是能够被他那个音乐的热情所感染到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 popping 的功力有那么强，他的身体的这种控制和他整个舞台的层次，他的音准，作为唱跳这个领域来说，我觉得非常强。在整一首歌表达出来，就是我们不要管明天到底怎么样，过好现在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我很喜欢这一版，而且演唱当中有大量的真假音切换，他既要跳舞，他又要演唱，他还能保持到这么稳定的发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顶级的表现力。我特别喜欢结尾的那个 satisfaction。最近就是那个网络上很流行，莫名其妙，哎呀，你说这种话 satisfaction， 我也特别喜欢，它是什么意思呢？满意的意思。哦，满意的意思。哦，很满意。花花宇宙是2000年千禧年的那个作品，当时您在做什么呢？还有印象吗？跨越千禧年的时候刚刚记事。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音像店，他们会在门口拿那个大音箱放当时特别流行的金曲，其中就有《花花宇宙》这首歌。那个时候你印象当中的那些哥哥姐姐们，他们流行玩什么呢？跳皮筋啊，丢沙包啊，弹弹珠啊，摔啪叽啊。摔啪叽，一代人，对。那个时候你就一个人在家，爸妈回来查你作业，会检查电视机吗？会，哇，大屁股电视机，散热好差。小时候就是感觉听到什么电瓶车声音啊，或者自行车铃响了，回来车库门开了，赶快关掉，然后冲进那个小房间，打开作业本，假装聚精会神，聚精会神写作业，实则电视机屁股上可以煎一个鸡蛋了。后来拿个冰毛巾铺在电视机上看，但回来还有水，有潮的，照样是一顿打。拿过妈妈的化妆品之类的吗？有。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卸妆膏、卸妆油这些东西，擦完之后拿手可劲抹，抹完之后呀，跟那个得了那个火气似的，所以一圈都是红的。对，又是一顿打。小时候打是没少挨。是。那你的 QQ 签名是啥？我的 QQ 签名是“你永远追不上姐的步伐”。一些女王发言，实则是在学校是默不作声的。我那时候 QQ 名字是我表哥给我起的，叫做柳醉风飘雪，会有点古龙的意思啊。是，他很喜欢古风，结果长大长成了一个鼓风机。在看喜人儿，网友还找到一些他的非主流自拍。我跟你说，我这个发型有故事。那个时候流行一个电视剧叫做《回家的诱惑》，林品如黑化之后很漂亮，那个头发就是这么短短的，然后往一边弯。然后呢，我就去我们当地的一个理发厅，我说想要个这样的发型，他说你这个卷的话可能是就是要烫一下，我说我烫不了。你也不用特别港台腔学那个发型师，因为他就是这样。哦，他就是这样。对，但是他是我们本地人，他非要假装自己很洋气。他说好，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你一觉醒来就会得到你梦幻的头发。结果第二天一上学，一个非主流来了，头发就是这么的，就是陶喆吗？有点那意思，有点。我们知道锤锤在模仿的功力上也非常的强。我来模仿你吧。我也可以模仿的吗？有请国乐主持人蓝宇。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国乐无双。怕蔗糖喝碱醇，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孤勇者锤娜丽莎。王菲，你们觉得怎么样？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那英，那俩小孩坐下，我戒指包戒指还我，我戒指。哇，好香，张嘴就来。来，咱们聊会点音乐的事儿吧，好像有点跑远了哈。《花花宇宙》这首歌，它想传达的意思是，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每一天都精彩，我们需要呐喊，我们需要释放。快乐本身就是不需要意义的。我想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也给到我一些正向反馈，对我来说特别幸福。这个就是我们想传达的快乐的能量。
快乐是不需要有意义的。快乐单纯就是快乐。让每个人都跟锤锤一样，做一个能让自己快乐、能让身边人快乐的朋友，好吗？好。锤锤今天是孤勇者，今天他的使命之一是要为自己的队伍多获得20个简纯中1值。现在我们要为你揭晓一个答案，你要挑战的对手到底是谁？紧张了，紧张了！孤勇者的对手就是金志文。孤勇者究竟能否挑战成功呢？这个谜底我们将在无双空间揭晓。先谢谢锤锤，也请锤锤先回到无双空间，辛苦了，谢谢。又到了金曲揭晓环节，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这回我需要现场的观众和我们一块儿完成。我说简纯，你们说超顺。喝简纯工作，喝简纯财运，喝简纯生活，喝简纯健康，喝超顺。你们的配合也是超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辛苦了，各位老师，辛苦了，辛苦了。所以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今天最终的结果。今天晚上孤勇者的挑战结果是成功。祝贺锤锤，他也为我们的春春锤锤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队获得了20个简纯中1值。我上次没拿分，我这次终于拿分了。接下来要宣布的是国乐无双第9期的中1值更高的队伍是春春锤锤球圆圆圈圈之团团圆圆队。恭喜获胜队伍的歌曲进入了本期的金曲池。第12期巅峰无双盛典将在金曲池当中挑选多首各维度最优的曲目，颁发巅峰金曲。拿下巅峰金曲的作品就有机会登上我们湾区声明月的晚会舞台了。来了第2次就得到了金唱片，我觉得我今天我做到了，还蛮开心的。今天拿到这个金唱片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 啊，为了这个团队而感到荣耀。让我们举起简纯，一起干杯！干杯！杯！杯！也请不要走开，我们准备了精彩的复古摩登旧梦派对，邀请大家共同狂欢。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旧梦大舞厅。哇，好有心机这个人。Oh my god！ 还是在舞台的。哎，用你们的尖叫声告诉我们，他们跳的棒不棒？火车继续走起来。舞步跳过瘾，童年零食来续命。
开吃唠嗑。枸杞白，香港的人都知道。这不是那个肚脐饼，肚脐饼哦，因为你看它的那个像那个对。你咋了哥？嗑着了。这是我小时候吃的酸梅粉，小的时候直接吃，然后现在把它放在冰的西瓜上面是很好吃的这个。Oh no！ 哇，这个无花果，这个最爱，这个好吃。哎，你吃过这个没？哎，那个缩的，那个 CC 乐，这个是我们这儿叫缩老久。它也粉糖啊，喜欢。零食吃饱，电量满，怀旧小游戏开战。哇，这个好玩啊！哇，你超好玩呢！我小时候看到那些人的两个，大家小心。小时候还有这个，来，对，你会，我会，我玩完了这个，到你了，勾两边。哎，谁的我都唔記得。好，特别好，游戏结束。发条玩具赛跑开始，咱们每个人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小动物。选熊猫吧。熊猫。我要它打公车。OK。对，假眼包小狗。OK。我是疯狂的鱼。来吧，去吧，皮卡丘。哇！准备了吗？来，1、2、3，开始！加油！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怎么还往后退啊？我们的小狗往回走了，它是怎么的呢？它饿了吗？我们的显眼包小狗，它一直在转圈啊！哎呀，我已经推到比起点更后的位置，好颠啊！我的妈！这个小鱼在干什么？我们的小鱼已经不动了，别不动了，往前走吧。结束了就。中途再扭。没想到只有我们的熊猫是最有劲儿的啊，一直在往前走。哎呦，还有我们的疯狂小鸡，太快了！哎呀，我都看不清你了。我们的冠军已经产生了。耶！加油！走的方向不对，回去。走的不对，哎，往那边走，好，我们。妈呀！第二名的亚军产生了，我们的大眼熊猫马上就要夺得铜牌。掌声鼓励！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只狗身上。它主要是为大家打气的那个。啊，你们是啦啦队是不是？也非常棒。玩闹告一段落，来听听每个人的独家旧时光吧。我准备的是这个，因为我小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必须有它。啊，上厕所？那时候带来的，有点味儿可能。我也带了一个小物件，随身听。这个是我23年开了一个演唱会，做的一个那个叫什么礼品啊？礼品。我那个演唱会，我就想回归最纯粹的，用耳朵去感受音乐。哇，这个我很支持啊，所以我就做了这个。那我就带来这个周杰伦的《范特西》啊！哇，第一张专辑。他陪伴了我就很多小学的时候很多时光啊，对。很好。对不起，没事，这个没有什么力量。我带了我自己第一次跳舞的鞋子呢，就然后把它弄成了演唱会用的鞋子。哦，哇，漂亮哎！就是说很久以前开始跳舞的时候的一个回忆。哎，我和婉之姐很像哦，我带的也是鞋子。哎，我是这个小时候的舞鞋。哦，也是。对，我们经常跳烂，然后一个脚趾头就在这里。
我带的是我这个，因为带了一个是小时候放的一个风筝，这很大一个，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啊，所以它是我的一个执念。哦，那现在你放上去过吗，春春？这里风挺大的。没有，我放风筝很厉害的。是吗？也是我陪女儿放风筝的时候练出来的。你没有放？试一下吗？预备，咱俩配合好，对，1、2、3，走。加油，爸爸！爸爸加油！飞起来了！爸爸！这就是失败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趴。第一个问题是问祖儿的啊，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唱在场的人的歌。我就打算用周华健的歌声来唱婉婉之的《开笼雀》。哇，这么难呢？我知道周华健怎么发音，哭腔嘛，哭腔，能人歌唱，有心唱，能美爱相随，好美開籠着一日。你有没有这个技能？2人转的哈。秒针呐转动，滴答滴滴答，让我们下个路口再见吧。有啊，锤锤的，锤锤。特别想去谁的演唱会？我特别想去我自己的演唱会，因为我还没有开过。对，因为今年是我正式开启我的歌手生涯的第1年，因为我今年刚录了我人生的第1张专辑。哇！然后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事情在我的成长道路上给我多了一些剧情，所以呢，演完了这些剧情之后，我可以开始开启我的音乐主线梦，追这个音乐梦。对对对，然后到时候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看我的演唱会。好的，我们去看，必须的，必须的。OK， 好呀，伟。其实我比较想去有3个人的，就是徐良、许嵩、汪苏泷的。哇！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时候，他们3个是3巨头，然后就跟我觉得跟这个今天这个复古的感觉就会很像，所以说我比较想去这个他们3个的都想去看一下。龙龙还在开演唱会，你可以随时去。这都是随时可以实现的愿望。其实我特别想看任素汐的演唱会。他是在演员里面有那么多好作品的歌手，很难得，所以我很喜欢他的歌，从那个最早的这个我要你在我身旁就开始。他最近还刚好正在开演唱会啊，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看。刘宇做过最雷霆的事。雷霆。你们知道那个农村做饭的那个锅吗？大锅，大铁锅。我在那锅里洗过澡。哇，会开火吗？开火呀，下面就是火烧。对，想象不到吧？但那个是安徽人的传统，每个安徽小孩都在那锅里洗。有了解过。我想起我以前，我真的穿得很雷霆的，我的鞋都很奇形怪状的。现在你把同样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我肯定别了，谢谢了，这样，有什么雷霆技能？我可以随时随地打嗝啊！真的？我好雷霆啊！什么意思？就是哇塞！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会练这些奇怪的技能吧，我也练。哦，什么？你也会？什么技能？我那个时候看那个香港片那个赌神嘛，对，他不是有听牌吗？他不是耳朵动吗？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好帅啊，我要去练这个动作。结果我就练会了。真的？怎么练的？就是每天就坐在课堂上，用意识去练，我的耳朵动起来了。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动了，左还是右？你看。然后我还练眼皮啊！我经常有的时候化妆的时候，我就很想看电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啊，我就练，我就这样。哇，好牛！哇，你2个都可以吗？2个可以。哇！
他就是把眼皮给盖上，对，就是让他能够好方便化妆师上妆。这个厉害。我记得啦，这个雷霆的事情吗？雷霆的事情，你记得你来我的婚礼了吗？记得。你一来到你就进来新娘房，你说我来了这样，然后我就问你，哎，你有冇帶打底啊？你記唔記得？因為我沒有帶打底，我穿不了這個裙子。然後你說我冇打底呀。这个还蛮雷霆的。从那个现场来的亲朋好友身上现扒。哎，对，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春春，你有吗？雷霆的事，我无非就是脸盲呗，就是你不认得人。对，尤其是在机场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多艺人朋友戴个墨镜啊，戴个口罩啊，我经常就不认得别人。但是我遇到过你说的那种问题，就是在机场，就是戴着这个口罩，戴着帽子，戴着墨镜。文哥，哎，你好，你好。我说，哎，你也坐这趟飞机哈？对对对 ，OK OK。我说回见，我就走了。他把我拽回来啊！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觉得这个真的让人太尴尬了。他说你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出来我是谁？他说在你想起来之前，你别走。不是，就是我不会再跟你讲话了，因为我俩一班飞机。哈，在你这么狠呢？哎呦，我当时我就一直就是抓心挠肝，2个小时的这个飞机，我在上飞机从来没那么精神过，我一直在想。后来我下飞机了，他居然过来跟我说话了。说的是你想起来没？我说没有。他说再见。哎呀，我就追上他，我说求你了，我说我错了，哎呀，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谁吧。后来他把口罩、眼镜一摘，我张馨予。因为我为什么跟他那么熟呢？因为他没出道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就相识于微时的朋友。没错，但是我有一次就是跟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看到他坐在那个飞机上，但他没看见我，我就这样走过去了，我就跟他这么近的距离，他坐着我站着，哇，就这样，然后他就懵了，我就说你不认识我呀，然后他就吓坏了，然后我是李宇春，就那一下就没有反应过来，我就直接告诉他我是谁，他也懵了，也懵了，对，到头来尴尬的还是你。对呀。既然春春提到了脸盲，现场也准备了无双唱将的头像，请大家来认一下。哇，这个太好认了。我只是脸盲，我不是智商有问题。拿当傻子整，真的，甚至放上他自己的照片，我真的，就这个可能春春最难认。我表示不理解，真的。看来大家都很有信心，那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哎呦我天哪！根据节奏喊出他的名字，我都没跟上，太快了吧 ！Gigi， 半夜这帮人疯了。啊，这么好强吗都？就问派对最后一个环节，给无双唱将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你醒了，2005年哦，你们也是紧跟潮流了。我也想哭，那是我追你的时候。安徽宣城。哦，我家。哇，这都有你们？哦，天哪！哇，贵啊！哦，人民广场。这里是有你的回忆吗？新华书
差生门居多。啊，联欢晚会儿，哇，这都是自己挂。哇 ，QQ 哇，这个太有回忆了。哎，这个好玩。这什么？这滑板车，这老好玩了。哦，我玩这可溜了，还有这边的水晶球，水宝宝，对呀，喜字的真迹。哇，有点想哭啊。全家看啊，全家聚在一起看，真是那时候真是。哦，22岁的金志文。哎，我老婆小时候，哎呀，好可爱呀，好漂亮。图片由 AI 生成。谢谢大家，谢谢。赵西南。真可爱！哇！谢谢，好感动，好感动啊！我的童年是没有再被记录的，对，因为小时候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更多一些，父母都会比较忙，也是我的一个小遗憾。很感谢导演组用 AI 帮我生成了我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其实挺像的，挺像的。回到2005年，想对当年自己说什么？你就好好活吧，你每一步都没走错。我们这一次嘉宾就像一个在平行世界里的人，年纪不一样，过着不同的人生。而今天我们却因为同样热爱音乐，同样热爱舞台，相聚在了国乐无双的舞台上面。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让我蛮有感触的一个事情。中队，我回来了，报告，你有想我吗？现在我们要开始重新分队了啊！但是今天这个分队呢，很不一样。但有没有可能是3张投在同一个箱子里呢？有礼貌的人不会3张都投同一个吧？你说的对，说的对。春春队长，谢谢你。好，这个悬念还蛮大的哎。这个应该是赛点了，这个应该赛点了啊！赛点了，赛点了。全新的主题叫做治愈，拒绝内耗，自在不逃。我觉得春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他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自己最放松的。他有一种男人味，当时有很多放不下的那种执着。现在20多年后，他是真的懂了。只要是3D影唱的歌，都有非常强烈的3D影的印记。小松选这个歌是非常非常适合他。我其实之前有想过说，如果我跟他再一次碰上放狠话的话，我就对他说：22毕业快乐。主这首我愿称之为今晚最意识流的一首歌词，非常体现了他是一个顶级唱将的实力。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不一样、丰富的内容。我对这个舞台本身就充满了期待。感受音乐现场。
帕蔗糖喝碱醇星月秀由君乐宝碱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碱醇无双。欢迎来到星月秀，我是沈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在我心目当中，他一直维持着非常好的状态，无论是他的外形，还是他一流的音乐品质，而且他尝试了不同音乐风格。你会发现，无论是抒情还是动感的，在他身上都是成立的，因为他一直在做自己。我们一起欢迎莫文蔚。他的一首首末世情歌唱进无数人心里，但他从不被情歌定义，不被年龄定义，不被美的标准定义，他就是莫文蔚，永远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不做自己的话，你肯定做不好。我本来的性格就是，人家在做的事情我就不想做。猫，这个是猫耳朵啊。狗，这个蝴蝶。如果担心这个魔咒，那也可以唱别的歌。我有很多歌可以唱。再次欢迎莫文蔚！哇，好开心，这次在国乐无双看到你，谢谢。其实你不止一次的来内地参加各种各样的音综，包括我们去看你的演唱会，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现场呈现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莫文蔚，这次来到国乐无双，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准备很厉害的歌，是吗？对对对，纵使身经百战，对你来说也是要严阵以待的，是吗？哦，必须的。每一次的舞台，就算唱了几百遍的一首歌，都是一个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全新的一个挑战。因为对于喜爱你的朋友来说呢，很想听到你很多经典的作品，但同时又期待你去翻唱不同的作品。那你在选曲的时候要自己怎么把握这两件事？一定要好玩，一定要让观众有觉得有刺激、有新鲜感。这次其实有其中一首是跟我息息相关的，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属于我的歌，它是我在电影里头有唱的一段歌，就是陆小凤就是在《食神》里面的那个情与义。戏中看到那一段，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正式的舞台的演唱，那怎么会在国乐无双想到去爆改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很经典，在电影里头也是一个很爆炸的一个造型嘛。那我现在就在舞台上面透过音乐来做另外一种的爆炸性的表演。那这次在国乐无双有没有碰到某一位歌手或者他的舞台让你印象很深的？都好喜欢，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啊。我特别喜欢龚琳娜老师的歌声，就哇好厉害，所以特别喜欢他这次的表现。因为 Karen 之前也是做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嘛，那对于演唱会来说，因为那个体量很大，要面对更多的观众，然后可能你要掌控全场，要发散更强的能量。演唱会的舞台跟来到国乐无双的舞台，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个会更难一些？应该是不一样的感受吧。演唱会当然对场地很大，是另外一种的释放，你的能量的释放。可是我们在录影棚，每次上舞台就还是要有那种小紧张的心情才对，才算是一个正式的表演。就算下面只有一个人在听你唱，你也要还是给100%的力量。哇，那我都很难想象你现在上场前还会紧张。是那种兴奋，是那种有点那种期待快一点唱给大家听的感觉。每一位来到我们星月秀的歌手呢，我们都会问他同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创作。生活当中大家也会接触得到。对于你来说，你觉得 AI 未来的它的那个可能性会影响到作为一个歌手他表现的部分吗？你如果让它影响，你就会被影响了。对 AI 的发展实在太快了，所以真的很难，就是预测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音乐其实是从内心散发出来，透过音乐来表达的你内在的一些心情啊。我觉得人的内在的很人性的那块，目前还是要靠人本身去表达。是，而且就是大家喜欢听一个歌手，会反复的去听他的现场，也是因为歌手在现场的演绎，其实很多细节是不一样的。他当天的状态不一样，心情不一样，
或者他突然感受到的某一个细节不一样，都会影响到他的表达。而且跟你在一场表演里头，其实是舞台上的表演者跟观众的一个沟通、一个互动，所以观众给你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就会直接会影响你怎么表现。因为 Karen 入行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我心目当中，你一直都是保持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有一些可能更年轻的歌迷听到你的时候，大家会恍然大悟。你有没有看到网上大家说的，就是忽然一下，长大之后我才明白 Karen 的美。然后大家提到你的时候，都是跟高级这样子的形容词联系在一起。你有看到过类似的这样子的大家的网络评价吗？看到一些。你看到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OK 啊，很开心啊，就是你的作品如果可以一直不受时间的影响，那其实是一个很高兴的、很开心的事情。是，你唱一首歌出来，其实不是希望只有你打歌的那3个月大家很喜欢，然后过了之后就忘记了。那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想做艺术的一个出发点。对，希望就算你很多年之后你人不在，可是你的作品还在，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很开心。是在我们听到 Karen 的时候，我觉得你一直都不是一个所谓迎合当时的所谓的主流审美的一个歌者，包括你做的所有的尝试，然后你的唱法、你的曲风，都不是一个说是好像大众觉得这个是更流行的，你就去靠近那一边，你都是一直在做自己。好像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不做自己的话，你肯定做不好。对，像我入行的时候，90年代香港港台地区都是很流行玉女的那种，都要长发、大眼睛，然后讲话要轻柔。然后当时的我觉得非常的不适合我，因为我是刚从英国念书回来，然后就是很前卫啊，很性格也很外向、外放的。对，所以而且我本来的性格就是。人家在做的事情我就不想做，我就觉得我自然就觉得这个很无聊了，那我要做别的，变成多年来我都是选择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那会儿你做唱片的时候属于自己比较能够有话语权的掌控唱片的内容吗？没有，我如果出全真莫文蔚的时候我才入行3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音乐上完全没有任何成绩的，对。可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们公司也觉得哇，这个很厉害啊，那我们就赶紧做了，有这么棒的想法就不能等，对，所以就一条心完成这件事情。因为回想起来，滚石的那个时期做了很多很莫文蔚的一些设计和企划，就包括 To Be 那张专辑的封面。就好像是生活当中抓拍了一张很自然的瞬间，然后就是在自然的吃东西，跟朋友聊天，笑得很开怀的样子，对，非常前卫在那个时候，因为一般就是打扮的就是美美的，很斯文就是玉女那种，而且那个时候很流行出唱片的时候你。会打歌嘛，就是都是宣传某一首歌，然后你都要穿同一套衣服。然后我们那边就没有这个做法的，就是我想怎样穿就怎样穿，所以我还穿着一个白 T 恤、牛仔裤，然后每天我都穿不一样的衣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然后看到其他的歌手都是同一套，对，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那个时期是属于大家每个人的企划不一样，可能主打的风格不一样，有一套一直持续出现在宣传期的造型，可能方便大家不断的会重复的记忆到。所以我说公司是个好公司，大胆的也是莫文蔚，就是可是要两边都契合到一起，可以碰在一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你像那个时期，你唱比如像电台情歌啊、广岛之恋，那个时候你也其实才20多岁而已，也许歌中唱到的情境你根本没有具体的是自己亲身体会，但你怎么带入那种情绪去唱那样子的歌？因为我把唱歌当作像演戏一样，其实确实是同样的事情，只是你透过嗓子、透过音乐来讲一个故事，或者演一个人物。我是有点用演员的一个身份进去录音棚唱歌，假想是某一个角色他经历的事情。那讲到角色呢，因为 Karen 除了精彩的音乐作品之外，还有很多经典的电影角色。我们今天也整理了其中几个就是大家印象很深的，我们看一下哈。哇！每一个都非常经典。第一个《大话西游》，
白晶晶，所以那时候跟星爷合作的时候，他在片场应该是严肃型的，是不是？是。他并不是像剧中看到，我们以为他演喜剧，他就是搞笑的。没有的，在日常生活应该不搞笑的。他要求严吗？当然啦，当然很严。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我是刚入行，就第一部戏就拍星爷的戏，所以没有任何的包袱，就是只是哇好开心啊能拍戏，而且就跟那么厉害的人一起演了，我觉得是他有教我很多东西。而且我真的就你演的白晶晶，我觉得应该是最勾魂摄魄的白骨精之一，真的很经典，很经典。就小的时候，你像我们看《西游记》，看到白骨精我们会害怕的，因为你想他要去抓唐僧，就要打孙悟空，然后就是我们概念上是害怕，可是看到你这个哇。他有他凄美的一面，甚至有他楚楚可怜的一面，对，非常的经典。然后提到另一个经典呢，不得不说王家卫导演的这一部《堕落天使》。你在拍王导的戏当中，有那种被反复磨一场戏的过程吗？还好，没有，有点拍 MV 的感觉，就是每天去又有点像玩的感觉，因为事先你都不知道会拍什么东西，到现场了，真的没有剧本的，而且每天可能每次的 location 都不一样，那个拍摄的地点，到了片场，那导演就会跟你说很多整个场景啊，你这场戏是发生了什么，怎么人机不同人物的关系啊，然后可能是很即兴的写一些 VO 或者是台词，加上杜可风是摄影师，他也是很随性的那种。我觉得我跟他演的时候、拍的时候，好像我跟摄影师在跳舞，对，这种前后推拉这样子，我觉得哇，好刺激啊！有一种独特的创作过程，其实也某程度上很合了你的性格，因为你本来就不喜欢因循一个既有的规则去做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就是感觉创作的过程也很即兴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喜剧之王了，这个也是有星爷。是，对，我就演一个大明星，一个大姐大。这应该是所有目前4个造型当中最正常，就是接近一个不是一个特别的妆造的感觉哈，演一个大明星，对，所以这个相对演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吧。也是好玩的，可是因为有几场是很搞笑的，鼻涕一直流下来，就是我这一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笑得很开心。我感觉星爷好像很喜欢在他的戏里面，就是让所有我们觉得很美啊，然后很性感的女生变另一个样子，他很喜欢干这个事情。都一定要有些就是奇怪的。是，所以你看到来到食神的部分就对。这个太经典了，这个还要粘牙，整个把这牙做成乱的样子。对，有特别弄了一套那个牙套，要适应一下，因为戴了你其实嘴巴不太能合起来啊，是因为它是滋出来的嘛。对，然后口水就会一直流啊，然后所以还是挺挑战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看到的，就是来自于食神当时有唱一小段的陆小凤。对，我那个时候还要带着这个牙齿来唱歌，你想想有多难。这次国乐无双的舞台不会是这个造型，是美美的 Karen 的样子，然后是一个全新的改编的版本。现在大家再回顾起来，你自己看到自己的曾经的每一个造型的话，你会有一种好像时光流过的感觉吗？有，时间真的是过得太快了。我都在这个行业上30几年了，说个事情都是20几年前我拍那个电影啊，或者唱什么歌，都是10几20几年，是这种。我觉得你好像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对年龄或者是对容貌的这种焦虑，因为你一切的样子都是跟出道的时候是一样，就是自然的你，这样才是自己吧。谁都会变老的，这个很正常啊，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要害怕。如果现在你看到有一些甚至很年轻的小朋友，他们也会开始说我要保养，我弄这里弄那里，你会希望跟他们讲些什么吗？还是要对自己是真诚啊，而且你在不同的年龄你会发觉你有不同的美、不同的魅力、不同的智慧，追求也会不一样。所以没有说你要把自己锁死在某一个年龄，样貌要保持怎么样，其实应该要
去寻找下一个自己啊，你会发现更多。而且只有不断的向前走，你才会发现自己不同的可能性。就像不同的阶段听到 Karen 的歌的朋友，他会有自己的 BGM。比如有的人听到的是《盛夏的果实》，有的人听到的是《阴天》，或者如果没有你。现在可能这些年听到你的观众可能会有慢慢喜欢你。这世界那么多人，我的有一首人生 BGM 是你的《忽然之间》。我好喜欢那首歌，然后我也觉得那首歌的 MV 拍得非常非常精彩，一镜到底。对对对，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那个我真的哇！我当时看到我说，只有唱功和演技同时一流的人才可以完成这支 MV， 因为它要一镜到底。你如果中间情绪断掉了，就得重来。对，而且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有 digital 的摄影啊，是要光打得很好，然后走位要准确，而且是那个胶片很贵啊。如果你一直 NG 的话，中间断了或者忘词啊什么的，你又要重来了，前面的胶片又白费。对，你不能剪接啊。对，所以那个感觉要立刻达到。我在网上看到有一段讲的，大家说有很多情侣很喜欢在 KTV 唱你的男女对唱的歌，有一首歌是高点播率的，就是《广岛之恋》。但是他们说有一个魔咒，这首歌说唱完之后大概率会分手。我听说，对，有听过。你看到这个，你有想对他们说什么吗？那如果担心这个魔咒，那也可以唱别的歌。我有很多歌可以唱。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听歌大多数是觉得啊旋律很好听，然后歌词呢就是感觉很优美啊，很符合一种意境。但是其实年轻时候听不太懂歌里真的唱的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选错歌，因为《广岛之恋》。广岛之恋终究不是一个完美的爱情故事，对，很悲的悲剧。宝宝们可以先唱《广岛之恋》，但是也可以选《爱我的请举手》，是唱一些这个美好的祝福的哈。对对对。现在因为大家很多都是通过手机或者短视频去看到一些舞台，对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在现在这个所谓的短视频时代，如果在这个时候出道的话，你有想过？会是什么样的可能性吗？我觉得很累啊，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就真的跟我们就是那个年代入行的时候就完全变成两个世界了。对，以前就是工作上班，然后就结束了，就 OK 了。对，就没有要 post 什么东西啊这样子。可是就是有另外一种乐趣啊，因为你就可以及时跟很多人分享各式各样的事情。以前你拍完一部电影还要等很久，才可以就是给大家看啊。是啊，可是现在你可能就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已经开始跟大家分享。现在只要你从出发地出发，大家就知道了。对对对，像我们录的这个节目都还没播嘛，是，可是已经有些人路透全都出来了。对对对。有没有一些现在大家就是现在的观众习惯的一些点，是你还在适应当中的？最近就学到很多这些手势啊，比的，比如说犯傻，这个是猫是不是？猫的，对我有看到你有跟他们犯傻互动。这个是猫耳朵啊，对，狗耳朵，都是。然后这个蝴蝶啊，所以其实还是蛮好玩的。对对对，现在的大家们爱玩的一些东西，你也是会接受的。对啊，我也是有一份童心。是，因为我们知道 Karen 她除了自己专心于自己的演艺事业，其实你的生活也是非常的幸福，而且你有一个在很多人看起来非常羡慕的一个童话般的爱情，就是。哇，就是跟初恋的人，然后最终相伴一生，然后大家携手向前的那种感觉哈。那大家也会觉得有一个非常极致的反差，就是因为你歌中当中表现了很多不同感情色彩的一些元素，可是你的人生是非常的幸福和圆满的哈。对，因为人家觉得说创作者如果过得很幸福，可能在创作内容上就缺乏某一个程度的刺激和动力，你会有这种感觉吗？也不会啊，我现在还在创作很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最近这2年我开始搞了一个组合，一个 band，一个乐队 ，The Masters， 大玩摇滚。
对，这个其实是又实现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所有玩音乐的人都会幻想自己啊有一个乐队啊，然后很酷啊这样子。念书的时候还来不及做这个事情，那现在虽然已经唱歌唱了几十年了，可是到现在来做也不晚了。那几个都是合作多年的 producer 制作人的朋友，就有一天就觉得，Why not？ 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来搞个 band 好不好？好不好？然后他就好啊好啊。好像大家又回到那个学生时代，说我们一起来玩音乐，就真的很纯粹。接下来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作品，那我不知道，或许下一次的演唱会可以是 band 的形式。感觉你把大部分的时间就留给了工作，还好，我也会就偶尔觉得得回去，就是放假的时候，我也会让自己停下来一下。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疯狂，以前真的是把自己的每一天那个 schedule 那个时间表是没有空格的，有个空格我就那填满它，塞一个什么东西进去。以前真的是太疯狂了。结婚之后其实就有点。放脚步有放慢一下，对。那如果从恋爱脑和工作狂当中选，你肯定是工作狂。对，应该是天生工作狂。现在会稍微的放缓一点。对，有提醒自己不能这么疯狂。有收到过家人的投诉吗？说是不是差不多我们要一起放个假去哪里旅行了？会投诉的，会投诉。对。可是我可能是做每一件事情我就会很投入去做。那如果觉得现在要放假，那我又会。越放越投入，就是有时候就放到又不想回来工作。我觉得我某程度上可以理解这种感受，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放到那个临界点，然后才有动力去接下来去做另一件新的事情。是。国乐无双的舞台其实有一部分是可以把经典的歌曲去填全新的粤语词，因为阴天是完全没有粤语版的嘛。你有想过，比如有机会在国乐的舞台上填一个粤语版？Ivana 就做了這個事情啊，他就把陰天給填了粵語詞啊。對。其實到底寂寞是否一種缺點？任你假裝瀟灑，講得so正面。哇，早知道上一次見到Ivana的時候，應該抓住他說：“你給我們唱一個。”對，很好聽。那你覺得他改的那個粵語詞是你想象當中的那個樣子嗎？我沒有想象過，因為陰天可能太經典了，就是所以真的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個歌要不要做一個粵語版。但是這個節目不一樣，因為它的出發點就是要做這種的挑戰，所以那我看到 Ivana 有改了這首歌，我很開心，因為太好了這首歌。是有很多經典的歌，我們覺得好像它就應該長這樣，就是它的旋律是這樣，無論它是一首普通話歌或者是粵語歌，你就感覺它只能有這樣子的詞。但是其實國樂的舞台上會看到，原來這些歌還有別的可能性，它可以變成另一個樣子。對，我這次我覺得最瘋癲的一個嘗試就是，有改了忐忑。龔琳娜老師的歌，對，這個歌哇，這也要爆改這首歌。神曲啊，對啊，就是爆改，而且它本來就沒有歌詞啊。是。現在要給它填歌詞行嗎？而且怎麼唱啊？就是這個歌太難了。而且它的旋律已經很深入人心了。對，原來是非常適合粵語的。所以我們這次就有抽了一段，因為那個歌整首太長了嘛，那我們抽了最經典的那一段，然後就譜了粵語詞，那其實非常適合，而且它的旋律的那個走法跟粵語的那種咬字啊，那種感覺其實非常符合。還填了粵語詞，哇，那個唱起來應該很難吧？是不是？它那個音符都很跳躍。是，可是出來效果很好，很好玩，是不是？很好玩。我們真的很喜歡看到，就是很厲害的歌手，你們在舞台上盡情的去爆改這些音樂的瞬間。最近齊豫老師也翻唱了《這世界那麼多人》，是我有看到，對，好美，好美。所以謝謝你們這些非常厲害的歌手的存在，讓我們看到，原來我們愛了這麼久的歌曲，它其實還可以有更不一樣的生命。是，而且不同的歌手唱出來
又会带着不同的感情，说的故事可能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音乐可以不断的就是活下去。太期待了。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几件事情要持续的关注，就是看 Karen 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每一个精彩的瞬间；2，等待你的 Band The Monster 的第2张专辑的出现，然后就是期待你的巡演。谢谢哦，谢谢 Karen。当然，我们也期待看到 Karen 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是，我也希望。对，期待了。